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清迈 Vlog 最后一集。好，首先来到的是我们最后一天住的这个酒店，它非常的小，而且只有4间客房，然后也没有多余的装饰，空间大小我觉得还 OK。然后这间民宿呢，它在古城和宁曼路之间，这周边基本上都是本地的一个居民区，非常的安静。重点是还可以看电视，还有 Netflix， 试试看。好，可以看到一个猪。然后他们的1楼呢是一间当地非常有名的网红咖啡馆，所以住在这里很幸福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用免费的兑换券换免费的咖啡喝，他们的抹茶拿铁尤其是推荐。重点是每天喝完咖啡之后散步走出去到主干道路上的这条道路，然后被阳光照射下来会非常的美，然后尤其是很多热带的一些植物，然后周围生活的居民就会让你有一种你是住在当地的感觉。超大的树，有飞机。稍作休息之后呢，我和朋友就散步直接前往非常火热的宁曼路。然后到我这个商场呢，因为就是当时时值圣诞节期间，然后非常多跟圣诞相关的装饰，然后街上氛围也很好，很多人在 shopping。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主体商场和它周围的那些小商贩的产品可能没有前几天在包括梅林地区以及古城内逛到的更有意思一些。当然还是非常丰盛，而且它周边还有非常多好吃的。这边至少3-4条街都是什么日料啊，或者是一些手作工坊，你可以买到很多很有趣的工艺品，然后以及找到你想吃的食物，尤其是喝酒的地方特别的多。之后呢，我们又去了附近一个商圈叫做玛雅，然后这个是一个当地的商场。OK， 又来一个夜市，也非常的热闹，主要就是想进去看看当地的 shopping mall 他们的一个物价行情，以及顺便上个厕所，然后也去看了一下他们当地运动品牌的一些价格之类的。总体上感觉的话还是差不太多的，就是如果想要购物的人也可以顺路来逛逛。这里有很多。对 ，sale 没有价格。我们来看一下，3000铢，还打10%的 percent。那个时候本来想要在宁曼路附近吃晚餐，然后最后还是打车来了这个叫做 Green Tiger House 附属的一间素食餐厅，它在清迈古城北门的附近。然后这家店呢，在当地文青和欧美的背包客当中非常有口碑，然后基本上就是在各大平台上经常高分霸榜的一间餐厅。他们的意面和炒饭，我觉得味道都非常不错，尤其是那个绿色的炒饭，我本来以为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像邪恶料理，结果没想到味道那么好吃。然后这个也是我朋友特别推荐的一道菜。哇哦，什么都看不到，黑咕隆咚。吃完晚饭之后呢，我们在古城就开始散步往回走，打算走回酒店。一路上非常的舒服，有小小的凉风吹拂，然后还有看到古城的夜景。然后我们差不多就是围着古城城墙外面沿途走，然后走不动之后再打一个车，因为确实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但是我蛮喜欢这种散步的感觉。This is 古城的夜景。经过了1天的辛苦劳作，我们现在即将要回到我们的酒店。到民宿附近之后，突然间窜出了特别多狗，然后有点吓人，但结果他们其实也只是在观察我们而已，还蛮有趣的。隔天早上起来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先去楼下咖啡店换饮料喝，然后我们就打车上山了。然后今天要去的第一个景点呢是双龙寺。双龙寺门口非常多狗，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基本上都在睡觉。然后这一座寺庙呢，它其实就是在泰国清迈以北的一个素贴山上，也是它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然后这一座寺庙呢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佛教寺庙，所以进入里面呢，其实最好还是要穿长裤方便一点。本人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当天就是变得去这几个景点玩的时候都有一些不方便，所以大家如果来这几个景点的话，建议就是穿长裤就好，或者他们都在这个台阶上睡觉呢。我的天哪，这么多台阶！这边除了有非常深厚的佛教文化以外，其实双龙寺它也是清迈非常著名的一个观景台。然
然后在寺庙的后方呢，有一个非常宽阔的一个观景平台。然后如果天气非常晴朗的话呢，你可以200多度全景俯瞰整个清迈的市区，包括清迈机场也是一览无余，非常的美丽。但是呢，因为毕竟是一个热门景点，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人还是蛮多的。反正我没有很喜欢去人多的景点，不过呢，就是看看也还蛮好的。我觉得那个观景平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这个我们能敲吗？你可以啊。有一股味道。我看看。靠背，但我没说。Beautiful。哦，那里的山有一个影子，看到没？一半被那个云挡着。松美区，松美山叫美。有个老歌，可是没有刚才的那个好看。我们，所以这个才是你说的那个。OK， 我感觉现在可以冲哎。师傅不会要在这载人吗？得出结论，外国人都是超级大艺人。他们是有这种。太牛逼了！我就看他在那边开始搜寻，对，我还问七问八，然后还在那边说景点的那些有的没的，我的天哪！来到这里了 ，Oh my god！ 自己再来啊，这里真的很好看。真的假的？现在不就是那个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然后逛完这一个双龙寺之后呢，我们就坐突突车去了下一个寺庙。然后这个寺庙，我朋友说是他在泰国最喜欢的一个寺庙，然后经常会一个人自己来这里散心这样子。这一座隐藏在素贴山半山腰的寺庙呢，它其实离刚才的双龙寺没有很远，所以基本上坐一小会突突车就到了。对，就是当地非常特色的一种一个 taxi 的感觉。然后严格来说呢，其实这个寺庙它不算是非常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打卡景点，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非常天然的，可以让你1秒钟静下来的一个美学的空间。然后这个建筑本身呢，它就是有一套非常纯粹的自然美学的系统，包括一些青石的台阶啊，然后斑驳的砖墙，还有苔藓，以及在丛林当中若隐若现的一个佛像。它们有非常多余的现代装饰，只有溪流声和远处的鸟鸣声，而且你在中间散步的时候会一直听到周围有那个泉水瀑布的声音，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疗愈。然后当你走在这种环环相扣的石雕，然后建筑，还有阳光洒过的东南亚茂密的树冠之间，然后留下微醺的光影，然后吹着凉风，你就会觉得说那些关于生活上的焦虑，然后都会被你消解掉、忘却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要从哪里进去呢？哎，刚才那里是不是就有路？那个小巷子里。对，但那个其实因为不是主路，所以我在想。这里？不知道看不见。头晕晕的。天哪！到晚上7点。来到清迈的玉树村。离开寺庙之后呢，我们就打车去了清迈的艺术村。这里呢也是清迈非常出名的景点之一。然后一进去呢，我们就先去了门口的一家台北经典的餐厅，然后这家店非常非常的火爆，排队排了超级久。我感觉它的味道好像没有之前在清迈别的地方吃的泰餐那么的好吃。如果你有时间可以try，如果没有时间吃饱了再来。你说那 Canton 吗？那边好像还有一堆。
那整个艺术村呢，它其实就是在树天山的山脚下，然后整个村落它是围绕着一个下沉式的露天的圆形的剧场展开的，所以整个四周就是会错落有致的分布了一些半木头然后半水泥结构的一些双层小楼，还蛮可爱的。然后里面咖啡厅也有，然后手工作坊也很多，也不算是一个完全只售卖商品的市集，因为还是会有一些真正的艺术家聚落在这个地方的。很多店主他们自己可能就是住在2楼，然后1楼就是他们的工作室和店铺，所以你可以在这里找到非常极具设计感的作品，然后包括一些手做的一些陶艺啊，然后服饰啊、挂件等等，和那些就是流水线生产产品有一些不同，我觉得还是蛮有趣而且值得购买，然后当做送给朋友的伴手礼的。遇到一个美丽的小夹缝中的小猫。然后在艺术村附近呢，还有一家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咖啡店，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然后阳光又非常的美，就是你就散布在当地的一些居民区的周围，真的是太美丽了。然后这家咖啡店呢叫做 Enough for Life， 主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定居清迈多年的一个韩国人，然后他因为之前在清迈旅行的时候爱上了这里，所以就决定留在这边。然后这家店呢，除了咖啡店本身，还是一个买酒店，然后同时还有民宿可以住，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小住几天，因为这里去艺术村也蛮近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太阳已经快接近地平线了，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都打不到车，然后最后发现连摩的都没有，我就跟朋友说，不然我们就散步吧。然后结果最后发现车都没有打到，但是我们已经快走到山脚下了。快到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刚好碰到夕阳西下，然后晚霞非常的美，还看到电线杆上面全部都是鸟的神奇场景。然后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旅行再和你相会，拜拜。